大年初五叫做破五日，嗱呢度嘅破有突破、破除禁忌、破舊立新、不破不立嘅意思。咁按照傳統，老一輩認為從除夕至到年初五都有好多習俗同禁忌嘅，例如話唔好掃地啊，唔好倒垃圾啊，唔好拖地，唔好倒啲污糟水出門口，唔好洗頭，唔好洗衫，唔好打爛嘢，亦都唔好話動針線等等噼里啪啦嘅習俗。但係到咗大年初五呢日，皆可破，可以解除，樣樣都做得，所以就叫做破五。咁呢個講法喺《歲時瑣事》入邊亦都有記載嘅。欲有所作為，必過此五日，此行之。即係話禁忌破除啦，老百姓嘅生活啊同埋工作都可以恢復到正常嘅。睇到呢度嘅話，為自己打上個破字咯。咁仲有另外一種講法，話大年初五其實就係趕五窮。嗱，呢五窮指嘅係志窮、學窮、文窮、命窮，仲有交窮。呢五窮可以令到我哋嘅生活充滿悲傷啊，同埋阻滯啊。所以到咗大年初五就要冚唪唥一一去清除佢，令到我哋嘅生活更加順利啦。咁第三種講法話呢個趕五窮其實係嚟自民間一個神話傳說。話說喺夏朝時期，咁玉帝派咗彌勒佛下凡治理凡間。咁彌勒佛下凡之後，第一件事就要帶住大家過一個好年，所以從年24開始就會安排各種過年嘅事宜。咁有咗彌勒佛嘅幫助，大家過年都會覺得好舒坦、好開心嘅。但係好景不長，到咗大年初五呢一日就嚟咗個衰神過嚟搞震，仲同彌勒佛大吵大鬧。你估下佢係邊個？冇錯啦，佢就係姜子牙嘅第一任妻子馬氏。咁相傳呢個馬氏喺姜子牙未發跡之前，一直就嫌佢窮，一直睇佢唔起嘅。咁後嚟姜子牙封神之後，佢就將馬氏封為窮神咯。咁過年期間，各路神仙都有人祭拜，唯獨是冇人拜窮神嘅。咁馬氏就唔忿氣，於是就揾彌勒佛去算賬，去講數咯。話點解冇人拜佢嘅？但係彌勒佛係心地善良噶嘛，諗住新年流流費事同佢嘈，就將大年初五呢一日定為係送窮日。咁既然佢話冇人拜佢，咁彌勒佛就話好，我再為你放多次炮仗，再包多次餃子。咁呢一個係北方嘅習俗，當補數噶啦。但係就要命令佢逢破必歸咯。咁後嚟民間就慢慢開始流傳大年初五送窮神嘅習俗啦。咁喺大年初五呢一日要做乜嘢，又唔可以做乜嘢呢？記住做3件事，記2事。咁首先要做嘅就係打掃衛生、送窮啦。民間習俗認為從過年開始都唔可以掃地，唔可以倒垃圾嘅。按照老一輩嘅講法，認為呢啲垃圾佢唔係垃圾，佢係財氣，棄之則不祥。但係到咗大年初五破五呢一日，皆可破，破除佢噶啦。嗰啲原本係財氣嘅都變成窮土，所以就要將佢冚唪唥都踩出去，仲要裏裏外外掃一下。以前嘅人仲會將啲垃圾冚唪唥掟出門口，然之後再放串炮仗，砰一下，寓意就係將窮神掟走。扮窮咁解，咁其實亦都係為咗接五路財神做準備。而第二件事要做嘅就係接財神啦。民間傳說認為大年初五就係五路財神嘅生日，無論係商家定係普通老百姓，都會喺當日舉行祭祀嘅儀式去拜財神嘅。不過亦都有啲地方嘅風俗，驚死執輸行頭慘過敗家，就想先人一步接到財神，就會提前一日，即係喺大年初4嗰日就接財神噶啦。咁呢一個習俗喺民間就叫做搶路頭。咁當地嘅風俗認為越早就越好，越早接到個財神先至係真財神，特別靈強咁話。咁唔知你哋嗰邊係年初幾接財神嘅啦？而我哋成日拜嘅五路財神分別係東路財神比干、西路財神關羽、南路財神柴榮、北路財神趙公明，仲有中路財神黃亥。咁上一期都有講到啦，呢五路財神係各自掌管唔同嘅財源。文武財神其實佢係掌管正財，咁其他財神就係掌管偏財嘅。拜五路財神即係寓意收盡東南西北中嘅所有財富。咁第3件事要做嘅就係開市啦。喺清代《顧錄清家錄》入邊就有記載，話正月初5為路頭神誕辰，金鑼爆竹，生禮不陳，以爭先為利是，必早起迎之，為接路頭。咁呢度嘅路頭神指嘅就係五路財神啦。喺舊俗
春節期間好多商家都係休市嘅，咁一直至到大年初五先至開市嘅。咁因為傳統認為大年初五係財神爺嘅生日啊嘛，認為喺呢一日開市嘅話就可以財運亨通啊，招財進寶，八方來財咁話。咁唔知在座咁多位商家，你係年初幾開市嘅咧吓？再嚟講下忌異事，第一件事就係不出遠門。古時候有五不出門嘅講法，民間老百姓認為大年初五係又要接財神啊，又要掃窮神噶嘛，係好忙嘅，所以就唔好出遠門啦。咁仲有另外一種講法話，大年初五係破五日，如果喺呢一日出遠門嘅話，就驚遇到啲唔順心嘅事咁話。咁幾時先至走得呢？嗱，可以喺大年初六。六大順嘅時候先至走。而第二件事要注意嘅就係今年嘅大年初五係絕日。絕日指嘅係24節氣入邊立春、立夏、立秋、立冬呢四個節氣嘅前一日。咁今年嘅立秋喺2月3號，即係大年初六嘅，咁所以大年初五就係絕日啦。咁絕日只係自然界力量轉換、新舊交替嘅時刻。咁喺呢個時候，陰陽氣息係好雜亂，充滿變數，磁場亦都係好唔穩定嘅。咁老祖宗認為碰到絕日就唔好進行一啲大事啦，例如話結婚擺酒啊，因為有個絕字就唔係咁好意頭。所以民間有離日不定親、絕日不結婚嘅講法。不過當然好多舊俗都未必啱翻依家使嘅啦。但係睇翻呢個破五係因為破五不破而不立啊嘛，所以不妨喺呢一日勇敢啲突破過去嘅自己，以全新一個精神面貌同埋精神狀態姿態去迎接新嘅一年。願大家喺嚟緊新嘅一年可以財神駕到，破出個好兆頭。我哋下期再見。